欢迎收听一道微光同志小说，作者书野，故事马上开始。白祈远和唐玉成并肩走在乡间小路上，一路无话，脚步踏在碎石子上的声音清晰可闻。白祈远听了一整晚的话，也说了一整晚，此刻的他只想安静一会儿。他低头点烟，红色的火苗在黑夜里轻轻跳动着，映得他微醺的脸色又红了几分。他察觉到刚才席间那道审视的目光再次投射了过来，火焰熄灭，白祈远侧头迎上唐玉成的视线，唐玉成仍旧冲他笑了笑。白祈远看着面前的唐玉成，想到了过去的自己，不过原来的自己很孱弱，瘦瘦的，像个病秧子，而唐玉成却明显要健康得多，眉宇之间有那么一股子劲儿的。李长根说他是个好苗子，但是这棵苗移栽到 S 市这块土地上，将来能长成什么样就很难说了。白祈远眯着眼吐了一口白烟，脑子里思考着，这个活他已经接了，但他并不确定自己能不能胜任。唐玉成这棵苗移栽得好，全村对我歌功颂德是我的功，若是他回头长姿了，村里人的唾沫星子就会把我淹没，那就是我的过。刚才你长根叔说你18岁，对，上个月刚18，在 C 镇上高2，学理的。年级排名多少？第1。白祈远满意的点了点头，他抬手吸了一口烟，仰起头，将白色的烟雾吐向漆黑如墨的夜空。唐玉成看着白祈远，看着他扬起好看的颈线，他的睫毛长长的，上下忽闪忽闪的。祈远叔。白祈远侧头看他，你干嘛这么看着我？你长得真好看，比我们村的村花都漂亮。村花？白祈远被逗笑了。我应该把你这句话当做一句恭维吧。说话间，两人来到一道门前，白祈远停住了脚步，唐玉成也随之停下。白祈远盯着那道门看了足足5分钟，手指间的烟袅袅升起，他一言不发，最后垂下眼眸，转身继续往前走。唐玉成看了一眼那扇门，并没觉得有什么特别，便快步追了上去。祈远叔，那里是我以前住的地方。哦。唐玉成立刻明白了什么，但同时也很识趣的没有再问下去，只是默默地走在白祈远的身侧。白祈远掐灭了烟，把烟蒂塞进兜里。走吧，回去。你平时都几点睡？差不多也就现在这个点。哦，回去收拾下行李吧，明天大概。第二天一早，天边泛起鱼肚白，白祈远被一声鸡打鸣叫醒。他昨天晚上睡在村长家，此时李长根夫妻已经起身忙活早餐。唐玉成背着一个帆布包走进院子。来了，东西都拿齐了。唐玉成点点头，李长根张罗着，来，先吃饭。吃着饭，唐玉成开始频频朝门口看。白祈远顺着他的目光望去，只见一个与唐玉成年纪相仿的男孩正探着头站在院外。唐玉成放下手里碗筷，走了出去。两人低声说着什么，那男孩表情非常失落，他最后缓缓垂下头，把怀里的东西递给唐玉成。唐玉成抿着嘴看着他，两个人对视许久，最后那个男孩一步两回头的离开了。唐玉成走了回来，他手里拿着一个看起来有些旧的 CD 机，他把 CD 机放进自己的帆布包里，然后重新坐好，继续吃饭。饭后，白祈远和唐玉成准备就绪，这时李长根递给唐玉成一个沉甸甸的塑料袋，里面塞满了家里晒的干货和腊肉。这些东西扛放，你们带回去慢慢吃，去了那儿一定要好好学习，跟同学好好处，还有要听你祈远叔的话，不要给他添乱啊！臭小子，听见没有？唐玉成看着像父亲一样的长根叔，点头回应着，他眼尾微微泛红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三个人来到村口，唐玉成深深地鞠了一个躬，向李长根道别。李长根摆了摆手，去吧孩子，快去吧。车子发动了起来，白祈远坐在驾驶座上，他从后视镜里看着村子逐渐缩小，变模糊，最后彻底消失在路的拐角。一路上，白祈远时不时瞥一眼副驾驶上的唐玉成，观察他的神色和状态，但此刻的他安静得出奇，眼睛直直看向窗外。白祈远根本无从判断他在想什么，只能没话找话。刚才那个站在院子门口的男孩是你同学？是的。你俩关系应该很好吧，要不然他也不会来给你送行。他是我朋友，唯一的朋友。哦。白祈远点了点头，车厢里再次陷入安静。气氛有点僵呀，也许听点音乐能缓解一下。白祈远抬手打开了车载音乐电台。
清晨风吹过悲欢路口，灰蓝衬衫你在人群中。轻松流畅的旋律填补了语言的空白，窗外是连绵的农田，深浅不一的绿色在视野里快速掠过。驶上高速公路后，车身渐渐变得平稳。中午，两人在高速路边的服务区停了下来。咱们先吃点东西，吃饱了再上路。两个人下车，来到服务区的小吃店外卖窗口，柜台前，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正拽着他爸爸的袖子撒娇：“爸爸，爸爸，我要吃烤肠。”你已经吃了2根了，不嫌腻啊？不腻，一点都不腻，好吃着呢。哎呀，爸爸就给我再买1根吧，求你了。小朋友双手合十，瞪着水灵灵的小眼睛看着他爸爸。服了你了，好吧，好吧，但咱们说好了，这是最后1根啊。小男孩的表情立刻阴转晴，露出的笑容无比灿烂。好的，绝对是最后1根，谢谢爸爸，还是爸爸对我好。看着男孩咧到后脑勺的笑容，白启远心想，小孩似乎都喜欢吃这种东西。他转头问唐玉成：“你有想吃的吗？”启远叔，我都行，你决定吧。白启远看了一遍菜单，最终点了1个披萨和1根烤肠，2杯可乐。两个人在用餐区找了个位置坐下。白启远把托盘的食物一一摆在桌子上，然后把烤肠递了过去。给我的？唐玉成有些犹豫，白启远以为他是不好意思，直接塞到他手里。对，给你的，吃吧，别客气。唐玉成拿着那根冒着油光的烤肠，有些无语。他是把我当小孩看了，谢谢启远叔。白启远满意的笑了笑。别客气，果然小年轻都喜欢吃这个。正想着，白启远的手机响了起来。喂，清源啊。明白。太好了，谢谢你，老同学，回头一定要请你吃饭。那好，先这样，拜拜。白启远放下电话，神色轻松了不少。高中那边联系好了，明天你要参加他们一个考试和面试，不过你不用紧张，正常发挥就行。谢谢你，启远叔，我的事真的麻烦你了。哎呀，我乐意，你就别客气了，快吃饭。黄昏时分，车子终于驶入市区，繁华的城市风景映在车玻璃上，也映入唐玉成的眼帘。他在老家电视里见过无数次这种画面，但当这些画面真实的出现在眼前的时候，还是有点让人兴奋的。好多人。唐玉成喃喃道：“这个城市人口有2000多万。哦，这个时间路上有点堵。”停停走走，车子最终驶入一个居民区，停在了一栋高层前。到了，我就住这个小区，这栋楼。唐玉成拿着包下了车，环顾四周，白启远则从后备箱拎出从老家带来的东西。玉成来，走这边。唐玉成跟上去，白启远站在楼门口，输入密码，撑开门，进来进来。随后两人走进电梯。进电梯的时候注意点这个门，被这门夹住的话还是挺疼的。白启远随口叮嘱着，伸手按下了楼层数字。咱们住18层1803。电梯上升过程中，唐玉成注意到了电梯的墙壁上贴着各种各样的小广告：24小时开锁，随叫随到。专业保洁，干净看得见。本小区房源急售，请速联。出了电梯，白启远拿出钥匙开了门。进来吧，到家了。他利索地从鞋柜里拿出来了一双灰色塑料拖鞋，递给他。以后你就穿这双，这是新的，没穿过。谢谢。唐玉成换了鞋，有些拘谨地走进客厅。玉成，你过来。白启远放下东西，往里走，推开了一间房门。以后这就是你的房间了。唐玉成拿着包走了进去，他把包放在一边看了一圈，最后转过头看向白启远，点头笑了笑。谢谢启远叔。别客气，这屋还缺张书桌、椅子和台灯，明天去买。他指了一下他身后，对面是我的房间，右边是书房，左边是洗手间和洗衣房。反正以后时间长了，你自然就知道了。好了，现在咱们出去吃个饭，顺便去给你买几身衣服。买衣服？不用了吧，我有衣服。白启远佯装严肃地看着他。你常跟叔怎么说的来着？以后得听我的话。将来上学你有校服，但平时总得有几套像样的衣服。现在既然在城里生活，咱就按城里人的样子穿，好吗？唐玉成沉默了片刻，点了点头。来，这是家门钥匙，
白祈远说着，把手里的钥匙递了过去。楼下大门密码是1213。唐玉成接过钥匙，低头看了一眼，小铁环上除了一把钥匙，还挂着一只小粉珠，小珠颜色粉嫩，神情憨态可掬。唐玉成的唇角不自觉地弯了弯。